今天我们一起开卷一份全市场最重磅、最权威的报告，来自世界黄金协会最新的黄金需求趋势2025年第3季度报告。这份报告的每一个数字都可能影响着未来金价的走向，也关系到我们每一个人投资的决策。不管您是在黄金白银市场摸爬滚打多年的老朋友，还是刚刚对这个闪闪发光的市场产生兴趣的新伙伴，这期视频绝对值得您花时间去看完。报告的标题就非常震撼，黄金需求创下新高，黄金需求创下新纪录。这意味着什么？是牛市的延续，还是风险的预警？别着急，我们会带大家一页一页的把里面的图表和数据掰开了、揉碎了讲清楚。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浩投资的频道，我是孙浩。我们来先看报告的第1页，开篇明义，报告就告诉我们2025年第3季度黄金的总需求，如果算上场外交易，也就是 OTC 市场，同比增长 3%， 达到1313吨。这个数字是世界黄金协会数据系列中有史以来最高的季度总量。但更夸张的是，如果用美元来衡量，这个需求价值是创下了历史纪录的1460亿美元，同比暴增了 44%。 这说明什么？说明金价的上涨效应实在太强大了。报告里面提到，需求的驱动力主要来自投资者 ETF， 也就是黄金交易所交易基金，净流入222吨。同时，金条和金币的需求也连续第4个季度超过300吨，达到了316吨。这两股力量共同推高了整体的需求。相比之下，由于金价太高，咱们普通投资者、消费者购买金饰的热情就受到了抑制。第3季度的金饰消费同比下降了2位数，只有371吨。这是一个非常明显的分化，投资火热，消费遇冷。想知道在这种分化行情下具体的交易机会，可以点击下方描述栏或者置顶的留言，免费加入浩投资的官方社群，我们一起讨论一下。现在请把大家的目光转到第1页的图表1之上，标题是投资需求持续推动第3季度需求增长。这张图的信息量巨大，左边的纵轴是吨数，右边是美元金价。柱状图代表了每一个季度的黄金需求构成。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，代表金色的紫色部分在近几个季度是最明显的萎缩，而代表 ETF 的深蓝色部分和代表金条金币的浅绿色部分，在2025年第3个季度出现了巨大的增长。尤其是深蓝色的 ETF 从负值直接拉升到一个非常高的高度，这完美的印证了报告的观点，这一轮黄金的上涨完全是由投资需求主导的。而那一条金黄色的线代表的是 LBMA 的黄金价格，一路飙升和投资需求形成了正相关。在这一页右侧的要点部分也总结了几个关键的信息。伦敦金价在第3个季度创下了13个新高，平均价格达到每盎司3456美元，同比上涨 40%。 同时，黄金的总供应量也创下了季度新高，达到1313吨。这里面矿产金和再生金，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回收金，都有所增加。好了，看完宏观总结，我们来看一下更硬核一点的。翻到报告的第2页表格1，这张季度黄金供需表是整份报告的核心，所有数据都在这里了。我们把它分为供应和需求2部分来看。首先先看供应的部分，第一行矿产金，第3季度产量是 976.6 吨，同比增长 2%， 环比增长 8%。矿山正在开足马力的生产。第二行生产商对冲，
这对于新手朋友来说可能有点陌生，简单来说就是金矿公司为了锁定利润做的套期保值。这里的数字是-8吨，负数意味着金矿公司在解除对冲，他们认为未来金价还会涨，所以不愿意提前锁定价格，这是一个看涨的信号。第三行再生金，也就是旧金回收，是 344.4 吨，同比增长 6%。 大家一看金价这么高了，拿着旧首饰去卖的人也变多了，三项加起来总供应就是 1313.1 吨，同比增长 3%。 接下来看更复杂的需求部分，第一大项金饰，其中金饰消费是 371.3 吨，对比去年同期的460吨暴跌了 19%， 这再次说明高价对于消费的打击是实实在在的。第二项科技用金小幅下滑 2%， 影响不大。第三项也是最重要的投资需求，总投资需求高达 537.2 吨，对比去年同期的 364.8 吨暴增了 47%。 我们拆开来看，金条和金币需求 315.5 吨，同比增长 17%， 非常稳健。 ETF 及类似的产品净流入 221.7 吨，而去年同期只有 94.7 吨，同比暴增了 134%， 这绝对是市场的明星。第四项央行及其他机构购买了 219.9 吨，同比增长 10%， 说明各国央行依然是黄金的坚定买家。最后把所有的需求加起来，总需求也是 1313.1 吨，和供应完美匹配。朋友们，这张表格告诉我们一个清晰的故事，在创纪录的金价下，供应稳步增加，但需求结构发生了巨变，消费者被高价劝退，而投资者和央行则以前所未有的热情涌入市场，共同导演了这一波黄金牛市。我们刚刚看到 ETF 的需求暴增了 134%，如果你想知道这些市场主力都在关注哪些具体的黄金 ETF， 或者如何把握这一波投资主导的热情，欢迎点击下方描述栏的链接，加入好投资的官方社群，获取我们的独家观察列表。了解了现状，我们自然会想到未来会怎么样。世界黄金协会在报告的第3页给出了他们的展望。简单来说，他们上调了对2025年全球投资需求的预期，同时下调了对金饰需求的预期。这背后的逻辑是什么呢？他们认为驱动黄金投资的几大因素依然存在，比如对美元信用的担忧、美联储降息的预期以及地缘政治风险等等。ETF 的资金流入趋势预计会持续。为了更直观的展示这一个预期的变化，请看第3页的图表2。这张图非常有意思，它比较了世界黄金协会当前和之前的预测。深青绿色的柱体是他们最新的2025年全年预测，而浅薄荷绿色的柱体是他们之前的预测。我们可以看到，在投资这一项，深青绿色的柱体远高于浅薄荷绿的柱体，说明他们在大幅调高投资需求的预期。而在加工这一项，也就是金饰和科技用金，深青绿色的柱体则比浅薄荷绿色的柱体更低，也就是负的更多，说明他们更加抗衰消费需求。至于央行和供应，调整幅度不大，所以这张图表的核心就是未来市场的主旋律依然是投资为王。我们来做一个简单的总结。2025年第3季度黄金市场呈现出一个非常清晰的画像。第一，这是一场由投资驱动的盛宴，无论是 ETF、金条、金币还是央行都表现出了强劲的需求。第二，高昂的价格严重抑制了消费的需求，尤其是金饰市场，全球范围内都出现了销量下滑。第三，供应端虽然在增加，
但回收金的反应相对温和，显示出市场普遍存在惜售和看涨的情绪。那么这对于我们普通投资者意味着什么呢？首先，市场的热度非常高，但这种由于投资驱动的上涨，波动性也可能会更大。其次，消费需求的疲软是一个潜在的风险点。如果投资热潮退去，高金价可能会缺少一个坚实的支撑。最后，央行的持续买入为黄金的长期价值提供了强有力的背书。希望今天的深度解读能帮您更全面、更深刻地理解当前的黄金市场。当然，报告只是历史数据，投资永远要着眼未来，并且做好自己的风险管理。如果你觉得今天的视频对你有帮助，别忘了订阅、点赞我们的频道。您的支持是我继续创作的最大动力。感谢您的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